骨头汤补钙好，牛奶补钙好，到底哪个好？各位，答案很简单的，骨头汤里面的含钙量远远低于牛奶。不要走得太快，你不要离开。如果我们一定要讨论补钙这一件事情的话，牛奶里面的含钙量比骨头汤里面的含钙量高了10倍还不止。所以，如果你是认真检讨补钙这一件事情的话，当然牛奶远高过了骨头汤。牛奶或者是奶制品，首先每100毫升牛奶呢，它的含钙量呢接近到了100毫克左右了，所以它含钙量其实是非常高的，比骨头汤高了很多。是不是代表大量的喝牛奶就是补钙唯一的好办法呢？那也不是。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面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，每100毫升的牛奶里面碳水化合物大约5.5克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每100毫升的牛奶你就喝下去了5.5克的糖了。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这个不是问题了。可是如果你大量的喝牛奶，你要小心了。一杯300毫升的牛奶就等于吃进去了16.5克的糖了，而且300毫升牛奶喝下去了以后，你不会有饱的感觉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要用奶制品来补充钙呢，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。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酸奶，自制酸奶非常经济。然后呢，你买一个酸奶过滤器，把自己做出来的酸奶放到过滤器里面，在冰箱里面让它过滤，滤出来的是乳清，大部分的碳水化合物就过滤掉了。这个酸奶你孩子可以放心的吃，不但帮他补充钙，帮他补充蛋白质，同样的他还吃到了很多的益生菌，所以吃自己家里面做的过滤酸奶是很有优势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奶制品是很好的钙的来源，有人叫奶酪，有人叫芝士。奶酪跟芝士从翻译的角度去说，芝士是老外的东西，叫 cheese， 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叫奶酪。其实芝士跟奶酪呢，他们两个的制作方式其实有一点不一样的。在国外他们做芝士的时候，他们的乳清是要过滤掉的，剩下来的做出来的叫芝士。所以芝士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通通都很低。你去看老外卖的芝士里面，有的碳水化合物是0有的每100克只有1克而已，碳水含量都很低。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？老外做的芝士很多盐所以你去看它的钠含量都很高。如果你希望给家里的孩子补充钙，那么你应该选择含盐量比较低的芝士，比方说布拉塔芝士啦，比方说摩苏里拉芝士啦，蛋白质含量也高，钙的含量也高，营养价值很高。可是呢，它的盐分不高，那么碳水化合物也低。据我们同学们告诉我，国内制作的奶酪没有过滤乳清这个流程，仅仅是把牛奶里面的水分脱水了。母亲没有过滤掉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奶酪里面蛋白质含量高，钙的含量也高，但是呢，碳水的含量也高。所以各位，你们在选择奶酪跟芝士的时候，你们要了解其中的差异，那么你们可以按照你们自己的喜好去选择。透过牛奶补钙的时候呢，大家还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重点。当我们把这些钙吃到肠胃里面去了以后，钙是要透过肠道吸收的。有一样东西非常的关键，就是维生素 D。如果我们的身体维生素 D 不足，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会下降，所以你们自己需要了解你喝的牛奶里面有没有加了维生素 D。 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是需要考虑如何再透过食物让钙对我们产生更多的好处，透过蔬菜补充钙。我并不是说蔬菜的含钙量超过牛奶，可是有一部分的蔬菜，比方说羽衣甘蓝，比方说小青菜，比方说西兰花，它们的含钙量相当高的，比骨头汤还要高啊。而这些蔬菜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矿物质，还有很多纤维，所以呢，对我们身体处理钙、吸收钙都会很有帮助。骨头汤好不好呢？其实骨头汤很好，骨头汤里面的含钙量其实很低，但是骨头汤的好处是什么呢？骨头汤会对骨骼有其他的好处。骨头熬的汤里面胶原蛋白比较丰富，它里面有甘氨酸，有脯氨酸，它有少量的磷、少量的镁、少量的钾。它对关节、对软骨、对肠道的屏障、对结缔组织的修复其实是有很大贡献的。所以骨头汤它对你骨骼的健康是有贡献的。钙是在牛奶里面、奶制品里面对你有比较大的贡献。